大家好，我係 KY。自今年3月疫情以嚟開始實施全球停航之後，皇家加勒比郵輪終於宣布第一艘船於12月正式回歸。伴隨住佢嘅回歸，船公司仲新推出咗一個安全協議。今期我就嚟同大家好好地睇下佢哋有啲乜嘢新嘅改動，仲有目前航行中嘅 MSC Grandiosa 船上面嘅實況，睇下現時行緊嘅郵輪上面究竟同以前有啲乜嘢唔同。仲有更多嘅郵輪新聞帶俾大家。Let's go！ 皇家加勒比公司同新加坡政府達成協議，允許佢旗下嘅海洋量子號於12月1號喺新加坡碼頭啟航，行3到4晚嘅 Ocean Gateway 線路，即係中間唔停靠任何其他港口，全程喺郵輪上面享受。為咗可以安全啟航，船公司宣布咗一個非常全面嘅新嘅安全協議，叫 Royal Promise。呢個協議相比之前提議嘅協議更加詳細，亦都得到咗新加坡政府嘅通過。可以話，如果啟航順利之後，將會係皇家加勒比船隊喺北美洲乃至全球復航嘅一個參照本。以下落嚟，我會概括一下佢嘅幾個重點俾大家知道。第一係 COVID-19 檢測。所有嘅船員同埋乘客都必須於登船前72至48小時之內進行檢測，乘客必須憑你檢測結果到達碼頭。同時喺碼頭體溫檢測過高嘅乘客需要進行2次檢測。從而家開始到1月30號前出發嘅航次，所有嘅檢測費用都會由船公司承包。所以相比其他已經恢復嘅旅遊業，郵輪真係更加負責同埋更加安全。暫時都冇任何一個旅遊行業可以做得到100%檢測。第二係船上面嘅改變，船公司每日都會喺房間裏邊為乘客提供口罩，而除咗喺房間裏邊，幾乎所有嘅公共區域，乘客都必須佩戴口罩。呢個係乘客必須喺登船前就簽字嘅協議。如果乘客唔願意佩戴口罩，船公司係有權拒絕你登船㗎。而有啲地方係特別規定唔需要戴口罩嘅，就好似喺安排好座位嘅主餐廳，因為已經有安全距離。另外喺泳池游水嘅時，同埋喺健身中心某啲區域或者課程嘅時候就唔需要戴口罩咯。而且戴口罩要符合要求，頸巾或者係有開口嘅口罩都係唔得嘅。成艘船嘅載客量會下降至最多50%，而大型公共場所，比如餐廳、劇院同埋泳池甲板等嘅座位都會散開嚟保持社交距離。電梯咧一次過只可以俾4個人或者同一個 party 使用。船公司會將 order 飲料變得更加方便，乘客可以用你嘅手機掃描 QR code 瀏覽菜單同埋落單，亦都唔需要再為小額消費簽單啦，進一步減少咗物理接觸。而大名鼎鼎嘅北極星 North Star 亦都會從原來嘅載客量14人減少到4到5個人每一次。而為咗減少排隊帶嚟嘅擁擠，乘客服務中心將會採用虛擬排隊代替實際排隊。通過手機通知你嘅隊伍位置已經到咗啦，可以去前台。而傳統嘅防火演習亦都會變成大家可以喺房間裏邊通過電視進行嘅2.0版本。第三，升級嘅空氣過濾系統。皇家加勒比海將為其船隻配備最新嘅 HVAC 系統。呢個系統將會不斷咁由室外向室內提供100%新鮮嘅過濾空氣。空氣由船嘅一側吸入進行冷卻同埋通風，然後會通過船嘅另外一邊排出。喺房間裏邊，每個鐘頭總共換氣量高達12次，而喺大型嘅公共場所裏邊，每個鐘頭嘅總換氣量大概為15次。咁公共區域會更加咁頻繁咁進行消毒同埋清潔就係必然噶啦。最後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嘅，如果船上面發生咗確診事件嘅時，船公司要點樣處理？首先，船上面配備咗最完善嘅醫療團隊同埋醫療設備，包括最先進嘅醫院級嘅呼吸機。乘客一旦覺得唔舒服，可以即刻打電話報告值班嘅護士。而如果評估後認為需要檢測，1個小時就可以出結果。船上面會設立多個隔離嘅船艙，根據具體嘅情況結合新加坡當局指引嚟實施分級響應計劃。如果乘客喺船上面確診，皇家加勒比公司會負責最高每人2萬蚊美金嘅費用，包括船上面嘅醫療、隔離嘅費用同埋你返屋企嘅交通費用。並且會將你嘅全部船費100%以現金返還。皇家加勒比今次同新加坡政府合作嘅第一個重啟，既為未來嘅大復航設立咗榜樣，同時亦都為乘客們打咗一支強心針。希望新加坡今次復航嘅成功，
可以促進更多嘅國家重新開放郵輪港口啦。嗱，頭先我哋就講咗好多皇家加勒比初次復航準備嚟緊有啲咩變化啊，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冇咩概念，咁即係會變成點呢？好，咁跟住落嚟我就會帶大家睇睇已經喺地中海成功行咗9個星期嘅 MSC Grandiosa， 佢而家船上面嘅情況究竟係點？ MSC Grandiosa 自8月中復航以嚟，至今未有過一例喺船上面確診，總共已經服務咗16000多位遊客，其中有一部分係好運氣啦。咁另外一部分亦都係因為船公司嘅衛生安全協議確實係起咗作用。首先呢，就係登船 ，MSC 會要求客人喺預約指定時間嚟到碼頭登船，避免太多人同時排隊造成擁擠。喺碼頭現場會進行 COVID-19 嘅快速檢測，結果大約係70分鐘左右會有。而登船嘅整個過程需要大概1.5個小時。登船之後喺房間就會有提供免費口罩，同埋喺所有公共區域都係必須要佩戴口罩嘅。咁當然船員亦都係會全程戴口罩為乘客服務。而 MSC 另外有一個特別之處，係會提供一個攜帶式嘅設備，可以收集乘客喺船上面幾時去過啲咩地方嘅 data。萬一真係有某個乘客確診，可以喺一定程度上俾船公司追溯到乘客有可能接觸過啲乜嘢人，從而可以針對性咁檢查或者隔離某一啲乘客，從而唔需要成艘船嘅客人都一齊隔離。同 Royal Caribbean類似嘅，MSC 亦都會將防火演習變成喺客人喺房間裏邊通過電視睇視頻完成。咁睇完之後，每一個房間都會有自己一個獨特嘅號碼，而乘客係需要記低落嚟，同埋會打電話上去報告翻呢個號碼，而登記表示自己已經完成咗防火演習。然後乘客有大概2個鐘頭嘅時間，慢慢去自己應該要去嘅集合點，掃描一下自己嘅房卡，證明自己已經知道咗屬於自己嘅緊急集合點喺邊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新穎下嘅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嘅適合嘅防火演習方式。船公司每日中午會喺呢度 deck， 同埋晚黑嗰陣時喺主餐房前面幫每一位客人量度體温。而同樣每一個靠岸嘅日子，喺離船同埋翻船之後都會進行快速嘅體温量度。之前嘅郵輪快訊就有提及過，乘客必須要參加船公司組織嘅觀光團先至可以離船上岸，而喺過程中係絕對唔可以擅自離團去商店或者去餐廳。如果違反就會俾船公司拒絕再翻嚟船噶啦。喺第一程啟航嘅時候就有一個家庭違反咗規定而被拒之船外啦。因此船公司亦都會有稍微減低觀光團嘅費用，你可以享受到100歐嘅套餐，而可以揀到3個上岸觀光團。自助餐呢就會保留，但係就會由船員去幫你夾嘢食。餐廳嘅座位亦都會隔開，保持翻社交距離。整體嚟講就唔係太影響用餐體驗嘅，反而會覺得衛生咗、舒服咗添。船上面嘅其他公共空間亦都會有好多提示，要客人保持翻適當嘅社交距離啦，同埋佩戴口罩。可以見到由於降低咗30% 載客量嘅緣故，甲板一係一啲都唔會擁擠，同埋都會覺得幾舒服嘅。除此之外 ，MSC 另一艘船 Magnifica 已經成功喺意大利嘅熱內亞港口出發，成為咗呢間公司自大流行以嚟第2艘重新開始啟航嘅船隻。呢隻船會交替行駛10萬西地中海同埋10萬東地中海線路，所有嘅安全協議都將會同 MSC Grandiosa 一樣。同時 MSC 公司前2日啱啱發佈咗一條最新嘅消息，將會喺其即將完工嘅新船 MSC Seashore 上邊安裝一個名為安全空氣嘅最新空氣衛生系統。MSC Seashore 係意大利有史以嚟最大、技術最先進嘅船隻之一，目前正喺造船廠 Fincantieri 建造，並將於2021年7月交付，係2艘 Seaside Evo 級中嘅第一艘船。而呢個最新嘅安全空氣衛生系統，簡單嚟講就係使用 C 型嘅紫外線結合船嘅空調系統，唔係過濾，而係徹底消滅空氣中嘅病毒、細菌等污染物，從而進一步提高空氣質量同埋清潔度。無論到時疫情係咪已經徹底過去，對於創新科技改善旅遊體驗呢樣嘢，總係多多益善嘅。前2期我哋有盤點過最俾人期待但係被疫情延唔落水嘅新船啦，今期就有啲好消息啦，其中幾艘船已經成功交付啦。首先係公主郵輪嘅奇緣公主號，
上個月30號喺意大利 Fincantieri 船廠正式交付。呢艘載有3660名乘客嘅船，原定於6月落水，係公主郵輪皇家級船中嘅第5艘，同時亦都係呢個船廠建造嘅第100艘郵輪。咁自1990年第一艘皇冠公主號之後，呢個船廠已經為公主郵輪建造咗17艘船，所以呢個交付儀式係特別有意義。第2艘係名人郵輪嘅致極號 Celebrity Apex， 佢喺上個星期終於到達咗巴哈馬，同名人郵輪嘅其他船會合。迎接佢嘅有 Reflection、Equinox、Silhouette、Summit 同埋姊妹船 Edge， 難得咁人齊，梗係擺翻個靚 pose 影翻張大合照啦。最後一艘係嘉年華狂歡節號，之前已經報道過好多次呢艘船啦。佢已經喺芬蘭對出嘅海域完成咗佢嘅試航，並且翻返去芬蘭船廠做最後嘅裝修，之後就會啟程去美國奧蘭多，預期1月底就會同大家見面噶啦。大家可以點擊右上角嘅鏈接，睇翻我哋之前專門介紹呢幾艘船嘅視頻。好啦，今期郵輪快訊就到呢度啦。對於皇家加勒比復航嘅新措施，同埋 MSC 現時船上面嘅生活有啲咩睇法？留言話俾我哋知啊！同埋如果未參與上期視頻競猜嘅朋友，記得快啲翻去上一條視頻留言咯。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